没有垂发不能反潜，甚至跟不上航母舰队的速度。美军下一代护卫舰为什么这么拉？美国海军这几年的造舰逻辑，火力军的评价只有2个字：折腾。先是高航速、高模块化的滨海战斗舰，结果砸了一堆钱，造出来一堆没有火力的小破船。接着想买欧洲成熟方案省心，搞了个星座机，结果海军的老毛病又犯了，改来改去，直接把项目给改崩了。兜兜转转20年，美海军在交了无数学费之后，最后居然拍板造一艘豪华版海警巡逻舰，也就是基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推出的 FFX 项目。只是说到底，这艘船是巡逻舰，性能完全跟不上。那么美军海军为什么要将这样一艘性能拉胯的舰艇当作下一代护卫舰？这艘船又能执行什么任务？2025年12月，美国海军的 FFX 项目正式对外公布。紧接着，在2026财年国防拨款法案中，国会直接拨款2.42亿美元，先拿去买长周期物料。到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里，首艘 FFX 预估总造价冲到了16.7亿美元，甚至超过星座级。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有疑问，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就为了保住首舰能在2028年下水，并在2030年6月前正式交付服役，美军甚至准备把海警里的弗里德曼号直接拿过来用。在美军的长期规划里，甚至想拉几家造船厂一起卷，把 FFX 的总采购量一路拉到50到65艘。只是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一些防务论坛，都把传奇级喷成了筛子。FFX 首先被喷的就是外形，毫无现代主力战舰的科幻感。从美国海军公布的 FFX 官方效果图来看，为了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它的上层建筑和船舷确实进行了重新设计，做了一定程度的隐身整流。但坏就坏在，为了追求高速建造和控制成本，这货没有采用当今主流的现代化一体化隐身桅杆，而是直接沿用了海岸警卫队版本的那套横架式桅杆。这东西不仅雷达反射特征极其明显，从外观上看也跟现代主流的驱逐舰、护卫舰显得极其格格不入。其次就是火力，这也是最让火力军无语的地方。作为一艘2030年服役的护卫舰， FFX 的火力极度贫弱，只有主炮和拉姆。官方公布的 FFX 首批次配置，舰首留了一门57毫米 MK110 主炮，副炮是一门30毫米机关炮，防空全靠一座21连装的海拉姆。至于 MK41 垂发不好意思，没有。这意味着 FFX 无法发射标准2或标准6，区域防空能力直接归零。想要增加反舰对陆打击与防空能力，完全依赖舰尾甲板上临时加装的集装箱式或者斜框发射架。火力军实话实说，这配置当巡逻艇去打击海盗确实够了，但要是放在西太平洋这种高烈度战场，根本不够看。于是在海外社交上，对于 FFX 的评价甚至都是小破船 2.0， 连胡塞武装都能给它上一课。在美国那边经常用小破船来形容滨海战斗舰，现在 FFX 成了新的破船。以 FFX 现在的防空实力，即使胡塞武装失去伊朗支援，都能给它上一课。只能说这些评价一针见血，防空、火力、反潜都没有算了， FFX 的航速也不行，只有26到28节，跟不上航母舰队。传奇巡逻舰采用的是柴燃联合动力，最大航速大概在28节左右。现在把它改造成 FFX 护卫舰，装了更多武器和军用设备，船体变重了，满载航速预计也就只能维持在26到28节之间。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在执行战术机动时，编队通常需要维持30节以上的速度。FFX 的动力系统如果没有经过脱胎换骨式大改，很难跟上航母舰队的速度。这也直接决定了它从出生起就无缘进入航母的核心护航圈。火力军估计，美军在设计这艘船时就想过这个问题，放弃把它用作航母打击群内圈区域防空的幻想。它不像星座级有32单元垂发和相控阵雷达。FFX 根本没办法本舰发射标准2或者改进型海麻雀去提供编队防空，因此它压根就不会被编进航母最内层的防空环里。就以上情况来看， FFX 的性能完全不够。那么美军为什么着急造这种低配船？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船真的不够用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的舰艇结构就出现了严重的头重脚轻，经典的51艘佩里级护卫舰全部退役干净了。本来准备接班的滨海战斗舰，因为齿轮箱故障、模块化概念破产，维护费用高得离谱，而且严重缺乏重火力，直接沦为鸡肋，直接洗替退役。这导致美军在中轻型水面舰艇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日常的打卡巡逻、反海盗显然是存在低烈度任务。
美军不得不派伯克级驱逐舰去跑腿，加速了伯克级舰体的寿命消耗。为了填补这个断层，美军本来寄希望于星座级护卫舰。这艘船原本是基于欧洲成熟的 FREMM 护卫舰设计，拿来改就能用，省心又省力。结果美国海军在设计过程中强行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导致整艘船增重数百吨。设计方案迟迟无法冻结，建造成本一路飙升到了伯克级的 80%， 战斗力却远不如驱逐舰。由于建造进度拖延得惨不忍睹，到2025年年底，星座级也没了。星座级被取消后，面对提康德罗加级大批退役、舰队规模剧烈萎缩的现状，以及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美国海军急需迅速补充水面舰艇的数量。他们一咬牙一跺脚，决定不再折腾黑科技了。隔壁美国海岸警卫队那艘传奇级不是挺成熟吗？拿过来焊点钢板，装几枚导弹，咱们就管它叫下一代护卫舰吧。于是传奇级上位，这东西是一个已经高度成熟，而且一直在由英格尔斯造船厂批量生产的现成平台。美军可以直接拿来它的成熟供应链和生产线，省去了最耗时间的研发和设计周期。说白了，对于美军来说，护卫舰够用就行。而且 FFX 这东西压根就没打算去高烈度战场，它的主要定位就是作为存在性舰艇，去加勒比海抓海盗，去大西洋搞巡逻，或者在不发达地区进行常态部署。用这种低成本、长航程的低配护卫舰，把伯克级解放出来，部署到高危险区域去。并且 FFX 这家伙不是一直不装垂发，在美军的设想里，只有第一批次的 FFX 会这样做，等到第二批次，情况就会好起来，垂发、反潜等装备都会配备。不过就火力军来说，其实不装垂发也行，可以将其当作无人系统母舰与战术指挥节点。在武器配置上 ，FFX 最引起争议的一点就是它放弃了 MK41 垂发，转而在尾部多功能平台上搞起了模块化集装箱发射系统，比如 MK70 以及倾斜的发射器。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在造船工业的灵活性与纯粹的战术性能之间做了一次妥协。这种模块化集装箱发射系统以 MK70 为例，给造船和后勤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传统的 MK41 垂发嵌在舰体结构里，建造时需要切割主甲板，布置复杂的防爆壁舱、水喷淋灭火系统以及高压排气管道。而 MK70 直接把4单元发射管打包塞进了一个标准的40英寸集装箱里。FFX 的舰体只需要提供甲板承重、电源和基础数据接口，几天时间就能把系统给装上并完成联调，降低了造船厂的设计难度，还没有了延期风险。并且这东西的任务适应性极强，想打人的时候可以配置标准6或者战斧。如果是跑去日常巡逻，集装箱一卸，甲板空间立马能让给无人艇收放设备或者无人机机库。后勤维护那就更简单了，集装箱式发射器可以在前线基地甚至用商用起重机进行整箱替换，直接绕过了传统垂发在海上难以进行热载装填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折中方案在纯粹的战术性能上劣势也极其明显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空间利用率与载弹密度极低，标准的 MK41 容积效率极高，而 MK70 集装箱因为自带外框和控制结构，占用面积大得吓人。在 FFX 舰尾那点有限的甲板空间上，最多只能塞下1到2个 MK70 模块，也就是区4到8枚导弹，并且集装箱直接露天摆在尾部甲板上，还会抬高了整艘船的重心。在恶劣海况下，船的稳定性会变差，方方正正的外形还会进一步恶化舰艇的雷达反射截面。防护也有点差，嵌入式的垂发有深层装甲舱壁护体，但集装箱没有，很容易被敌方导弹破片扫穿。一旦导弹被诱爆，整个舰尾飞行甲板分分钟烧给你看。只能说垂发与集装箱各有各的好处。除了安装集装箱，美军也能搞点好玩的点子，比如将 FFX 当做一艘装了炮的无人机母舰。如果有需要，美军可以将 FFX 护卫舰的定位从单舰独立作战平台改为分布式海上行动网络里的无人系统母舰和战术指挥节点。传统的舰队防空和对海打击，像伯克级驱逐舰这种高价值战舰，把传感器和主要弹药库全都塞在自己身上，这就导致战斗要素过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目标上，一旦被饱和攻击瘫痪，损失惨重。而 FFX 虽然没有重型防空和深深的弹库，但拥有大量的传递空间和数据接口，用来支持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无人机编队。在实际作战时， FFX 可以把长时间航行的 MUSV 派到最前沿海域，当成前置雷达和无源深列正纳，把侦察触角向前延伸数百海里。在这个过程中， FFX 完全保持电磁静默，通过抗干扰数据链接收前沿态势。与此同时，带弹的无人水面艇在前面当浮动发射架， FFX 躲在后方安全海域，负责目标指引和最终的发射授权，
这就让敌人非常头疼。打前面的无人艇不划算，想打后面的 FFX 母舰又被层层屏障挡着。在高烈度环境下 ，FFX 想活命，全靠自己的分层点防御系统与杀伤电子网，靠着 SLQ-32 电子战套件以及2座 MK-53 主动诱饵发射器，通过高功率电磁干扰和欺骗，强行把来袭导弹诱偏。如果到了必须防守的极端时刻， FFX 也能玩网络化接弹战术。当他在尾部装了载有标准6的 MK-70 集装箱时，本舰的雷达并不具备引导导弹进行远程拦截的能力。这时候 FFX 充当的仅仅是一个远程导弹载体，由友军的伯克级驱逐舰或者 ERD 预警机通过数据链接管导弹的发射后引导，去搞垮平台联合打击。除此之外，在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框架下， FFX 依托自身的电子战套件与升级版战术数据链，可以把采集到的情报实时融合，再通过协同抗击能力把高精度目标数据共享给附近的伯克级或者 F-35C、P-8A 等空中平台，由后方的大佬们提供重型火力输出。当然，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脱离了友军驱逐舰的防空伞，单独遭遇饱和反舰导弹打击， FFX 的防空可能几轮就被打光了。这种战术上的脆弱性，就是美军为了强行换造船速度而不得不咽下的苦果。除了性能， FFX 还有一个被人吐槽的地方，价格。作为一艘没有垂发、不能反潜、速度还跟不上航母的护卫舰，竟然要16亿美元，这个价格比星座级还贵。那这笔账美军是怎么算出来的？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申请，首艘 FFX 的预估采购成本达到了16.7亿美元，这个价格确实少不了被国会质询。但如果我们把这笔账拆开来看，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包含了大量的一次性摊销费用，并不能直接代表以后批量生产时的单价。比如项目的启动成本，你得把海警的生产线改成军用的，你得让英格尔斯造船厂的工人重新学习怎么焊军用钢材， NAV、SAV 标准和民用标准可不是一回事。里面还有英格尔斯造船厂重置流水线的供应链启动资金，以及提前交付的2.42亿美元长周期物料成本。随着后续设计图纸冻结与多造船厂竞争机制的引入，后续批量生产型的单件成本预计会降到9亿至11亿美元之间。对比一下，星座级要15亿往上，伯克级要20多亿。从运营成本看， FFX 只要140多个人就能开走，而伯克级要300多人，光省下来的工资和伙食费，几十年下来就是一笔巨款。所以美军这波是在玩高低搭配。FFX 的定位不是什么高级战舰，而是舰队牛马。用10亿美金级别的 FFX 去替代驱逐舰跑日程，美军就能把珍贵的驱逐舰重新塞回航母打击群和2栖戒备群，血赚不亏。总结来看， FFX 项目虽然被吐槽的体无完肤，但它是美国海军近年来少有的清醒时刻。它承认了2个事实：第一，就美国目前的造船工业，想造那种既科幻又便宜的船根本不可能；第二，数量在海战中同样重要。在面临潜在的大规模海上冲突时，100艘够用的船远比10艘完美的船更让对手头疼。而借用现成的生产线， FFX 极有希望保住2028年下水、2030年交付的时间节点，把美军小水面舰艇的窟窿给堵上。美军也算是强行把项目从什么都想要却什么都搞不好的高价星座级扭转成了成本可控、侧重无人编队指挥与巡逻的实用护卫舰。对于美军决策层来说，现在最紧要的就是管住手，千万别再像对星座级那样给 FFX 无限追加设计指标了。而且想真正实现每年交付3到4艘的规模，赶紧把技术图纸下发给其他中型造船厂分包建造才是王道。至于这艘豪华版海警船到底能不能帮美军把面子和里子都找回来，我们拭目以待。要是2030年的时候，这船又因为各种原因延期或者超支，那火力军可真要好好喷一期美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美军下一代护卫舰能不能按时交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